持续1年时间，美国仍不停止援乌，中国喊话后反被针对，当中国是俄罗斯吗？大家好，我是肖银华。俄乌冲突持续1年以后，美国仍放话不打算停止军事援助，中国喊话以后被针对越来越明显，这是把中国当成了俄罗斯了。俄乌冲突已经持续1年多了，俄乌双方似乎没有停火的迹象。虽然俄罗斯表示可以在不设前提的条件下同泽连斯基进行接触，但乌克兰方面似乎并不买账。随着战事进入第2年，俄乌双方都在做着大规模准备的情况下，可以预见战争的血腥程度或许将超过去年。而在这时，美国和中国的作用就变得关键起来。对于这场冲突，我国一直在呼吁双方停下来和平谈判，并在最近再次强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提出了12条倡议。在日前举行的有关乌克兰问题联大特别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临时代办戴斌就再次重申，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反观美国却仍在一意孤行。据塔斯社当地时间24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在接受专访时仍在表示，美国并没有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打算。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乌战争会变得更加的惨烈的情况下，一直高举人权旗帜、屡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却仍在极力促成战争的继续。美国这是连面具都不戴了吗？同时，纽兰在采访时还称，支持乌克兰和谈的前提是俄罗斯接受乌克兰总统提出的10项和平方案。但这其中的第5条落实联合国宪章并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世界秩序，美国会同意吗？要是按照这个和平方案提出的要求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世界秩序的话，那么美国就得按照1945年2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来恢复，北约退回到原来的边界。如果北约能做到，我想俄罗斯也会答应的。但美国显然做不到，因为自从去年中国喊话俄乌双方坐下来谈开始，美国的矛头就开始指向了中国。美国意图在欧洲挑起战事的同时，在亚洲也要放一把火，不仅将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拉入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西太地区来搅浑水，甚至连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东南亚地区也再次被美国挑动了起来。前不久，美国防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后，不仅新设了4个美军军事基地，甚至还表示要重启南海联合巡逻，意图挑动中国周边地区的不安定国家，来阻碍中国的发展。这是把中国当成俄罗斯了吗？这样有作用吗？中国虽然在核战略实力上比不过俄罗斯，但如果以为中国就是软柿子，可以来试试。有勇气就把航母停在第1岛链，到头来是怎么夹着尾巴逃跑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